哎，对了，干脆，咱们现在就让彭总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好啊。哎呦，给小孩起名字我可不在行啊。嘿嘿，就让您来吧。我想想啊，刘伯承师长给他的孩子起名叫刘太行。既然咱们这里属太北军区，哎，我看小家伙啊，就叫左太北，怎么样？左太北，他出生在太行山北路，咱们战斗在太行山战场，这个名字好，就叫左太北了。谢谢彭总。哎，哈哈哈，好，你也抓紧准备吧啊！左权同志，这次反扫荡斗争，晋察冀边区是主力，要把党政军民充分的全都动员起来啊！另外，把部队集结在适当位置，准备彻底消灭掉1、2路进犯之地。是。彭总，刚得到的消息，日军36师团钢骑大队已经到了关家了。这里，距离我们这里只有13里地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跑到我八路军总部门口来撒野！送到嘴边的肥肉，咱可不能不吃啊！1941年1月25日，保卫中国同盟在新闻通讯中以“坚持统一战线”为标题，详细说明了新四军被袭击的经过。斯诺的文章在国内外各大报纸转载，引起巨大反响。周先生，最近我看到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报道后，我心里一直担心，国共合作会不会就此破裂，联合抗战会不会就此夭折呢？抗战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主张，只是我们现在在争取时机好转，同时要准备应对更坏的局面出现。至于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，那不是蒋介石一个人能决定的。如果抗日战争离开了中国共产党，那我们民族的解放是不可能的。在这里，我想转告黄炎培先生的一句话：不论事情的经过之是非，当局如此错置是完全错误的。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现在就连杂牌军和地方有势力的人，他们都认为，如果解散了新四军，就是解散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先兆。所以大家都对共产党表示同情，同时也对蒋介石有些恐慌啊。你们的担心不是庸人自扰啊！谢谢你们对共产党的同情。不是同情，是支持。对，是支持，是支持。那就更要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周主任百忙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好，告辞。哎，好，请留步。好。我就是要翻火！我告诉你，上官云相，这绝不是误会，你们早有预谋。有一点你们必须清楚，你们现在围住的只是新四军的军部，新四军还在，八路军还在。我同意刘少奇、陈毅12日的来电。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，
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，限他们10日之内准备完毕，待命攻击，以应对蒋介石准备歼灭我皖南新四军9000人的计划。如果我们皖南的新四军被他们消灭的话，那我们就赶紧、彻底、全部的歼灭韩德勤、沈鸿烈部队，彻底解决华中问题。为复周恩来，我的意见是：一，茂陵方面可以停止进攻，这已经不是问题了。二，新四军可以走苏北，但必须执行以下几个条件：一，部队过江之后，不可以和韩德勤的部队发生摩擦；二，需继续北上往河北去，但不可以盘踞；三，新四军过江之后，可以发弹10万，并加军饷；四，希望他周恩来叶剑英能转告前方，勿将此事件扩大。那委员长，周恩来他懂得的。主席，刚刚收到周恩来董必武发来的电报，白崇禧准备对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动手，对文化界也要进行镇压。委员长，这是以朱德、彭德怀、叶挺向英名义发表的抗议。朱德、彭德怀把陆军都出面了。苏联大使馆已经召回我们，他们的大使想面见委员长。是吗？苏俄向来对我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都很感兴趣啊。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，我已经第2次向蒋介石交涉，要求他们立即撤围。周副书记，周副书记来了，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，到齐了，到齐了。好，党中央充分地研究了当前的形势，蒋介石已经下了与我党破裂的决心。这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是分不开的。日本国内有些人在向蒋介石要橄榄枝，在我们国内呢，投降派的苗头也在上升，所以蒋介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奇怪。根据刘少奇建议，毛泽东同志主张，在政治上要全面揭露蒋介石的阴谋，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。另外，组织决定撤销部分办事处，干部迅速撤离。为什么这样就撤了？怎么了？党中央决定，重庆方面，我建英、董老、英超近期离豫。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及海外撤离。新华日报怎么办？新华日报是党的喉舌，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不能停。但是要压缩版面，每天只能出半版。留守人员要加强气节教育，销毁电稿、密码、文件。至于什么时候撤回延安，等中央通知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，我已经看了，可以发了。要让重庆知道真相，特别是民主人士要知道真相，同时要动员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到香港。